大家晚上好，声音有了吗？啊，声音，声音，喂，声音应该有。摄像头，虚拟背景，好吧，虚拟背景又挂了。虚拟背景挂了也没关系。我的眼镜换一副。可以开空调了，还是蛮开心的。要不然那个房子里头实在是太热了。网速还可以哈。微软员工来吃自己的瓜了哦，这有微软员工了，哈哈哈，感谢。嗨，这有啥好吃的嘛？这很正常嘛。但是你看，有微软员工在，我也敢照样胡说八道，最多就是说错呗。这个确实是啊，有微软员工在这儿，但待会儿可以，比如说有哪些事儿，这个，当然我估计你应该也没有什么可能说的东西。50多个人，好，我是不是应该还要去发个推呢？好吧，发一个去吧。发个推，然后再发个 Discord。宫廷高赞高见，这个没什么高见啊，咱们就当故事听就好了。好，那我们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今天来讲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微软正在撤离中国 AI 团队，第二个故事是这个阿里的一个店小二，一年贪了9200万啊。今天咱们讲这2个故事。现在先开始第一个故事微软正在撤离中国的 AI 团队。这个事情呢，应该是突然传出来的，应该是在前几天，应该是礼拜3传出来的。因为礼拜3我们在做老范读评的时候，就一帮人问说：“哎，赶快说说，到底咋回事？”第一个呢，这个事儿我没有向任何微软员工去求证啊，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因为万一这个说对了说错了，然后再给别人找麻烦，这事儿不合适，对吧？咱们呢只能够根据现在公开的信息来进行一些分析和猜测啊，这个里头没有任何内幕消息，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不是说我认识谁谁谁了，我去问了谁谁谁了啊，千万要说明白，特别是刚才有这个人讲说是微软员工来听这个自己的瓜了啊，这个还是给了我一点点小压力。好啊，这个事情呢突然传出来，然后据说是有几百人的团队要撤离，是微软中国区云的这个关于大模型的一些团队以他们团队可能还有另外几个团队为主吧，这些团队呢正在撤离，据说呢是这些人收到邮件了，这个邮件上的写的是呢，他们可以离开，然后呢去美国、澳大利亚，有的是写爱尔兰，也有写是新西兰的就是去这些国家，而且呢，他一个人去了以后，这个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帮你去办移民，而且呢，这个后边有一点就是未经证实，但是其实是整个事件里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转岗到底会不会被裁员，对吧？如果有些人说，哎，我愿意留这儿，也没什么事儿，对吧？接着干你原来的事儿，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微软内部经常干的这种事情，因为我原来有一些。就很早以前有一些同事就是通过微软内部的这种转岗，从国内转到美国去了，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也拿到了
美国绿卡，后来也拿到了美国国籍啊，这些人是这个故事是存在的。微软呢，就是反正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干吧，或者说他一直在干这样的事情啊，他也一直是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说，哎，你们可以去申请啊，申请说你到底是在哪边，其实谷歌应该也有啊。那么，但是这个里头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会一下出一大批啊，或者是集中在某几个部门啊，而且呢，通常也不会说你不转岗就要去裁员，这个事情一般是不会说的。所以这个里头呢，真正的关键点不是说是不是有人啊要去移民到，或者说被微软啊 transfer 到这个国外去了啊，或者是全家一起给你办签证，这个事儿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对吧？这个部门是一起都走了，还是说给你留几个，还是说走完了以后剩下人还能不能干活？这个才是关键。其实微软出来后来辟谣来了，但是辟了谣的那个事儿呢，又没把这事儿说清楚，对吧？第一个呢，讲的是一小部分员工得到了可以选择国际轮岗的机会，这是微软官方写的，对吧？然后呢，说员工可以选择接受轮岗或者继续现在岗位工作。这件事儿呢，虽然他并没有说啊你不转岗就要去裁员这个事情，但是呢，大家一般现在网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可能部门大部分人都走了，对吧？你把这个人留下来，可能也没啥事儿干。啊，所有的事情，因为你一旦出去以后，它有时差呀，你没法跟原来团队配合啊，这个事儿可能也不一定会留得下，而且呢，据说留下来的人也担心被裁员啊，那么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没有说清楚的啊。然后呢，微软还在讲说，一直有向员工提供内部轮岗机会的机制啊，这个事儿倒是真的啊，这个微软是一直都有这种机制，但是呢，你一次性的把整个部门或者说几百人一把都弄出去的这个事情，应该也没有这么干的吧？原来可能就是大家自己去申请啊，然后这个你觉得你应该在哪边去上班啊，都是可以去允许的。然后呢，微软还讲了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叫不会影响公司在国内的运营啊，因为有很多人在传言说微软要整个退出中国啊，那么这个事儿呢，还是要出来辟一个谣的啊，说这个没有啊。那么微软是不是真的把 AI 部门撤走了呢？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微软虽然辟谣，但是呢说的并不清晰啊。你如果说只是向某几个人啊开放了这样的说，哎，你们现在可以了啊，那些人可以了，就微软这么多年一直在干，为什么以前没爆出来，对吧？这次为什么就闹起来了？那么肯定不是说这个大家申请了说啊可以去了啊，没事了，而是他肯定是由公司发了信出来了。对吧？说你们这个部门的人整个都迁走了啊，或者说那几个部门的人都要迁走啊，或者说哪些部门的人多少人要去迁走，一定是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微软呢，并没有说清楚说到底是不是哪些部门的人走掉了，而是说我们有这个机会。第二个呢，这个微软虽然内部有这种转岗制度，但是原来不是这么运转的啊。然后为什么引起关注了？第一个就是说 AI 现在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这个算是整个 IT 圈或者互联网圈这个全村最靓的仔了吧，就是最后这帮人，大家所有希望都在这儿了。而且呢，现在全世界做 AI 这块基本上也就是美国跟中国在努力的折腾，对吧？其他的人呢，并没有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其他的国家其实在这块都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比例，其实并没有说清楚啊，到底是哪些部门的多少人走啊？这个事儿其实微软并没有出来解释。第三个呢，就是人稍微有些多啊，据说是几百人，一开始说有300-400人，后来还有各种数字出来，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数字或者很准确的数字，因为微软官方不出嘛。现在有很多这些数据是哪出来的呢？就是有这种匿名的社交软件，对吧？就是大家说，哎，我们是这个什么什么公司在那说，对吧？但是呢，它是匿名，也搞不清是谁说的啊。但是相信这个事儿应该是真的啊。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啊，如果是不离开就拿补偿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完完全全就变性质了，跟原来那种轮岗啊，你不愿意走就留在这儿接着干，这个事儿就完全两回事。虽然微软自己辟谣说这个啊，他们不愿意走就可以接着在现在岗位上上班啊，这个有可能是外面传完了以后，微软内部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这个事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呢，留下来这些人肯定也是一个缓兵之计了。
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有机会还是惦记跑的啊，不是说这个，或者说咱们可能在这儿听节目的人都是惦记有机会就跑了，是吧？没有哪个人说这个能上来看 YouTube， 然后这个还是说我就要坚持在这里这个奋斗到底啊，这个人可能不是特别多了。那么现在这个事儿呢被爆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对吧？看到别人拖家带口的都跑路了，那么肯定有些人是羡慕嫉妒恨了，这个事儿是一定的。应该呢也有人痛心疾首，说啊，你们怎么可以去投奔美帝呢？你怎么不可以留下来建设祖国呢？对吧？当然，我相信这种人呢，更多的应该还是在恨，说这个机会为啥不是我的呢？对吧？这些骂的最欢的人，你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你看他走不走？对吧？可能也不能说所有人都会走吧，但是肯定还是大部分人会走的啊。那么现在就有些人就要去吵吵啊，说这个我走不了，你们也别想走啊。那么在这个事情肯定就会有些人会被留下这个就算是闹起来了以后的一个对于本来可以全家出逃的这些人的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结果吧。但是希望他们再过一段时间还是可以顺利出逃吧。那微软，我相信他还是在做这个撤走 AI 相关团队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个事情呢？就甭管微软怎么辟谣，我依然相信这个事儿在干啊。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生意呢，现在确实不太好做。在商言商，如果中国有生意，那肯定大家还是要来做，对吧？甭管是说在中国卖 OpenAI 的东西，卖微软自己的东西，还是做各种的系统集成，那有生意大家干嘛不干呢？一定是会来干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微软云的 OpenAI 业务在中国卖的好不好呢？听说卖的其实还不错啊，就是微软云的 OpenAI 服务，就是在中国是可以卖的，而且也确实有人买也应该有一些业绩。但是呢，所有购买了这个服务的大客户，小客户不管了，大客户都要求微软签保密协议你必须保密，我买了你东西，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对吧？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对吧？因为大家可能买完了以后回去就跟人说，哎，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去了，对吧？你看我这个模型已经完全可以达到 GPT 的这个水平了，对吧？谁要后边买的是微软的服务，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而且呢，微软这次辟谣其实为什么显得很软弱无力呢？他辟谣的时候只能够说生意照做，你正常辟谣应该什么说呢？哎，你看我卖的很好啊，对吧？我卖给谁谁谁了，谁谁谁用的很棒啊，谁谁谁用完了以后还说这个我的产品非常好用，对吧？结果举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说，哎，原来干什么我接着干啊。至于谁买了我的东西，我生意做的好不好，咱们讳莫如深了，对吧？微软现在整成这样了那这个中国的生意确实不好做。虽然 OpenAI 的服务在中国也卖掉了，但是不许说你也不能对外边去宣扬。现在呢，就是整个的信创产业让微软看到未来的希望基本上是很渺茫的，对吧？现在的信创产业要求是什么呢？不能用英特尔的芯片不能用微软的操作系统，你必须上 Linux。而微软，你说它能够在国内卖掉多少它这个 OpenAI 的服务，卖掉多少云服务？其实卖不掉多少的。微软在国内肯定你 Windows Office 这些东西你还是要老老实实卖，剩下就是一大堆系统集成，对吧？这是微软在国内要努力去做的生意，但是在这几块里头，其实已经很难做了，对吧？这个信创上来以后，他说你怎么可以用微软的东西呢？对吧？你怎么可以用 Office 呢？怎么可以用 Windows 呢？对吧？都变成这样，现在大家可能买 Windows 更多的是不是游戏本，对吧？拿回来打游戏用了人家正儿八经上班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都是用 Linux 了这个或者是国产 Linux， 可能再过几天就会有鸿蒙 PC 系统就会出来了，对吧？就算有个别单位还在买新的，还在用了呢，也只能偷偷用像做贼一样，不许说了。这是微软正在迁移整个的 AI 团队的一个就是一个原因吧。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程序员呢，特别是 AI 相关的高端程序员，也算是一种土特产吧。就是咱们就产这个东西，你咋办呢？对吧？前两天还看一个文章说，刚刚发布的 GPT-4O
17个人的欧命团队，就是他这个欧是欧命嘛，就是万能的，对吧？17个人团队里6个华人，然后这6个华人呢，分别毕业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和 MIT， 对吧？清华有俩，然后这个6个华人里的还有一个是美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教练，对吧？那么中国就产这个东西，你没办法，所以啊，微软在中国招一批这样的人以后，然后拎到澳大利亚，拎到这个美国或者到任何一个本身原来用工成本很高，然后也没有这么高这个人才密度的地方去，也确实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毛病的啊。这个现在呢，美国呢也在提案说限制中国使用美国的大模型。啊，这个是美国众议员提的案啊，5月8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叫 Mike Cohen 是吧？这个 MCCAUL 啊，这位主席联合另外3位众议院代表共同发起了一项新的立法提案啊，这个大家注意啊，前面封 TikTok 的是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啊，这一次提案的是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啊。那么这个提案呢叫第118届国会 HR8315提案，要求什么呢？进一步修订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防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竞争对手开发和利用美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他关键技术啊，写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原来有这个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然后现在说我们要再调一调啊，把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也加进去啊，他现在干这个事儿。那么这个Michael 参议员是干嘛的呢？啊，他是个共和党啊，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封禁 TikTok 的法案啊，最初不是他写的啊，就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案，不是他写的啊，那个是叫做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写的啊。那么，但是他对这个法案其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对这个法案做的什么贡献？就是那个对外援助法案是他起草的。然后呢，他提议说，咱们把这法案合并投票吧。啊，咱们把这个对外援助法案跟这个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案合并起来一起投票啊。然后呢，他就这样啊，从众议院投完了，参议院投完了以后，送到拜登桌上，咔一把签字啊，这个事儿是他干的。啊，那么当然了，这个人也爆出了一点点小丑闻啊，他什么呢？就是在做这个法案联合投票之前啊，购买了大量的美塔的股票进去，对吧？那这个事儿你说他是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这个不知道美国的法律是怎么规定这件事情啊？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中国 AI 人才和 AI 团队呢，都在出逃的路上。啊，这个几条路，第一条呢就是海外大厂，像微软啊这样的大厂，包括像谷歌啊，他们都会在国内进行招聘，招聘完了以后，在国内进行一定的研发，然后呢再向海外转岗，这个事情都在做。然后这几年的话，海外大厂的吸引力其实又高起来了，因为原来有一段时间，海外大厂的吸引力是没有国内互联网大厂高的，因为国内互联网大厂真给钱，对吧？啊，那么这个现在啊，这个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国内互联网大厂也在努力招聘啊，招聘完了以后呢，很多也会把他们的 AI 团队外派到海外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使用海外的数据和海外的算力，而且呢，也可以就近的跟海外的同行进行交流与碰撞，甚至呢，也会在海外猎头再去招海外的人进来干活啊，然后再服务于海外用户啊，这个也是一个出逃路径。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一些创业企业说算了，咱就创业吧，自己重新做大模型，对吧？那么这些人呢，会拿美元的融资，拿完了以后，这个团队就开始润完了以后去海外上市啊，这个事情也有人在干这个事情。然后啊，国外的大厂有些时候也会直接投资和收购中国团队，这个呢，欧洲的汽车厂比较喜欢干这个事情，对吧？特别是国内的一些自动驾驶团队啊，他们喜欢直接去搞，啊，但是这个搞完了以后呢，还是要在中国干活的，他们不会把这些人润到海外去，但是也不好说了。
他们肯定也缺人。那美国人真的能够封住中国 AI 发展之路吗？这件事儿呢，其实是有些难的啊，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梯子还在，对吧？你像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儿看 YouTube，啊，我们还可以去这个挂到梯子上去访问 ChatGPT。那么它除非是在美国那边自己建墙，对吧？否则的话，其实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说美国现在在不在建墙呢？其实也在啊，就是现在很多的服务会检测 IP。你比如说像这个 ChatGPT 啊，不是说中国政府封了他们不让他们进来，而是 ChatGPT 自己的网站说，哎，我检测到你的 IP 地址在中国，我就不给你服务了。它是这样来工作的，对吧？这个是单向的那么现在呢他们这种墙其实对于各种梯子，特别是做梯子里边每天还在研究说我怎么能够骗过这些墙他们现在其实做的并没有那么好吧啊。那么真正让中国 AI 技术腾飞的呢，其实并不是 ChatGPT 啊，ChatGPT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指明方向就可以了啊。人一看哦，ChatGPT 4O 啊，这个又有一个新的方向被指明了GPTs 也忽悠了一帮人去折腾，然后其他的各种的应用方法都是大家跟着 GPT 去学就完了，因为它毕竟是个闭源系统ChatGPT 能够给中国的 AI 做的贡献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帮我们的中国这个 AI 出训练数据集这个是他们能够干的比较多的事情甚至呢有一些可以跟中国的一些应用系统相去结合这个也在干，但是这块呢应该少一点。真正让中国 AI 技术腾飞的呢，应该是 GitHub 和 Hugging Face，对吧？就是开源的东西才是让中国技术腾飞。对吧？就是别人一开源我们就遥遥领先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干的。就 OpenAI 的服务呢，依然是可以通过微软云接入的因为我国内反正我是接触过他们的一些代理商他们是可以拿出证书来说，我们得到授权可以去销售这个 OpenAI，就是基于微软云的 OpenAI 产品你可以拿着这个证书自己去使用，但是现在呢是不允许对外公开就是你去对公众服务这事儿不行，但是你说我在自己系统内部用这个事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你所谓的算力限制，你说哎，美国人不给我们卖显卡了，不给我们卖算力卡A100、H100后面的这个卡都不卖给我们了，这事儿怎么办？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一块上真的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就是本地推理其实对算力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对吧？我就是为本地来服务一下。咱们国内A100、H100，我估计明面上的应该是没有，但是走私进来的其实是蛮多的。而且现在国内我现在听说 H100其实已经可能有一些过剩了就是或者 A100或者 H100这样的卡已经有点过剩了就是从国外走私进来太多了，然后这个很多都在问说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对吧？这个中国人的购买力你还是要相信的，然后各种钻空的能力你还是要相信的这个东西其实国内并不少只是这个现在可能很多的还存在一些这种就是这个走私集团或者是一些什么地下的一个渠道里面，现在并没有明目张胆的装到这个机房里边去这个事儿有可能还是存在的。那么大模型训练，我真的需要训练大模型了。那么对于国内的算力来说呢，是应对上一代的模型训练其实是够的那你说我要训练了一个像 Llama 3这样的东西这个可能稍微有一些困难，但也不是说做不出来，还是能做，对吧？你说我要去做这个GPT5这个层次的，可能你就真没戏了现在呢 GPT4层次的这些大模型训练，国内的这些现有算力去训练其实是可以做的，就是慢些呗用的电脑用的这个主机多一些还是能做的另外呢，就是国外还有巨大的算力池，就甭管是腾讯、百度、阿里，对吧？再加上字节跳动，在全世界实际上是有非常巨大的算力池的。他们在全世界也是买了很多的 H100然后在这边去堆着去可以算这个并不用太担心算力的问题。我觉得这块卡脖子基本上卡了个寂寞。然后国内现在的大模型呢，其实也在很快速的发展发展非常快。
因为我最近呢在横向比较各种模型，文心一言啊，这个实在懒得关注，什么时候跟他聊天，什么时候都能气你一肚子，对吧？这个让你生一肚子闷气，这个实在是不好使。然后质朴呢，据说还是不错的，我试了试，最近试了一下，感觉还行吧，反正比文心一言强点啊。号称是国内唯一的大模型啊，为什么叫号称国内唯一大模型呢？因为其他的特别是开源的一些模型出来，都是到头就是70B，原来拉玛2就是70B嘛，大家都在那个上改来改去的，所以都是70B。然后质朴呢，据说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模型，就是可以达到1000亿规模的一个模型啊，说我们可以玩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叫 DeepSeek 啊，这个公司呢是搞这个 MOE 啊，就是这种专家模型的。然后千问跟 E 呢是刚刚发布了一轮啊，通义千问2.5，E 呢应该是就是01万物啊，也是刚发布了一轮，现在叫 E Large 啊 ，E Large RAG，然后 E Medium， 就是它现在也开始上大模型了，因为原来的 E Medium 应该是34B，Large 我现在不知道它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我不知道是做了70B 啊，还是说可以达到上百 B 了啊，这个事儿就是上千亿的这种参数不好说。通义千问呢是前面出了一个110B 的啊，就是1100亿参数的一个模型啊，那个确实非常好用啊，因为我现在已经在海外的云服务器上已经挂上它那个通义千问110B 啊，已经每天在用了，效果非常好。而且现在等于是国内各个大模型上来了，就是比较高参数的模型已经上来了。这些模型呢，基本上可以接近 GPT-4的这个水平了啊，虽然不是说全面超越，但是基本上接近了。然后开源模型呢也在更新，而且 E 呢现在也号称要上MOE 的这种专家模型。Kimi 算是国内的一个显眼包啊，就是这个国内闹得最热闹的一个模型Kimi 呢其实对于日常使用来说，作为替代 GPT 3.5到4之间的一个水平吧。可能到3.6、3.7，个别的任务可能比GPT-4还要稍微强一点啊，是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基本上够使啊。Kimi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对吧？然后导致它的服务器经常盯不上，就是你可能聊着聊着，它就告诉你说，哎呀，对不起，我这个实在用的人太多了，让我歇会儿，对吧？它干这种事情，其他的都还挺好使的。然后这2天这个字节跳动也在国内发布了豆包大模型，就是替换了他们原来的云雀大模型。豆包模型的生成水平呢还是要弱一点，逻辑能力也稍微弱一点。贵在便宜就是不应该叫贵在便宜，好在它是主打的就是便宜，它的这个 token 的价值是这个其他所有现在开放出来的大模型的可能1/几它就是量大管饱。基座大模型的这个底层基座大模型的竞争呢，中国肯定会落后，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现在我们要知道，全世界可能做的最好的基座大模型，一个是 OpenAI 家的ChatGPT-4，对吧？或者 GPT-4的一些 API 的这种 Turbo 4 Turbo 或者是这个是做的最好的。然后是 Cloud 3特别是 Opus 这个是做的最好的。然后 Gemini 的1.5或者是1.5 Pro 这样的版本。已经算是还不错了，他们现在这3个其实算是各有千秋吧。有些任务上这个 Cloud 是可以超过 GPT-4的但是不能全面超越这个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在这块中国现在你说，哎，我们能不能超越他们比较难，但是呢，基本上接近 GPT-4的水平还是有一批的。但是在应用层上，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而且做应用这件事儿呢。中国人其实还是很擅长的。我这2天在我的 Mac 电脑上装了ChatGPT 的 Mac 版现在就是你只要用 ChatGPT， 它就推荐你下载这个东西。你如果是 Windows 它应该不理你就是你只要是 Mac， 它就推荐你下载。然后也装了豆包的 Mac 版这个豆包的 Mac 版实在是太好用了。这个我都想去录一节课，然后跟大家讲讲怎么用这个玩意儿这个回头咱们再讲然后美国人呢，肯定还会继续的努力来封禁中国使用大模型，但是呢，意义不是那么大。就是美国人，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多的这种努力封禁各种的限制对于中国来说呢，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肯定是有，但是呢，
你要想把它限制死呢，又不太容易啊，因为毕竟美国是个法治国家，这事比较麻烦，对吧？这个比如说吧，给中国的商品啊加关税啊，加完关税以后呢，这个马上想想说不对啊，说我发现中国商品加了关税以后，这个便宜东西并没变少啊，咋办呢？接着把这个东南亚4国加进去，对吧？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啊，给他们什么加进去？太阳能板，说你们也别过来啊，我给你们做这个倾销的这个调查，看看你们的货哪来的，对吧？啊，这个是反正美国人就在不停的努力，然后呢，努力的过程，也没有那么快了。咱们看看它下边到底能做成什么样。至于说微软这个事儿后边会怎么办啊？我觉得啊，第一个，国际大厂呢可以不断的在国内招募 AI 团队，然后不断的搬迁啊，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你在国内招的这些 AI 团队呢，真的是价格便宜、量又足啊，而且大家这个惦记带着全家人老小，然后一起搬迁的这个意愿还是蛮强烈的。然后国内大厂再想招聘 AI 团队，这个成本就会上升。为什么呢？你说你给多少钱，加多少期权，对吧？你能够比得上一家人的船票呢？对吧？这个事儿肯定是比不上的呀。啊，所以国内的大厂呢，可能会对这些现有的 AI 团队更好一点点。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微软事件啊，对整个国内 AI 发展的一个大的改变吧。我们也希望啊，在国内能够自己做出 AI 的这种团队来啊，或者说能够训练模型，能够做出一些独特产品的团队来啊，能够这个应润尽润吧。这个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来，我看看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了。啊，特别是我们看看这个微软的朋友告诉我们点什么。微软核心上了方舟了，我这个哎，努力吧。大家好，大家好，来晚了啊，这个先赞为敬，这是好样的，先点赞啊，是，还是要读书啊。看到这消息，后悔没好好读书了。我觉得其实 AI 的确实是有一堆的高学历的人在里头折腾啊，但是不一定，也没准每个人都有机会啊。巨婴大佬在线验证，这是有这个关键点。拒绝 offer 之后是否还有事情干？目前确实还不知道，还需要继续观察啊。这是微软，这个就是啊，有人在这吃自己的瓜了。其实这个嘛，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如果大家都走了，剩下一两个咋办？这事儿是问题了啊。今天没有背景，对，今天没有背景。点赞感谢。我想用微软的服务，但是需要公司资质，应该不用吧？我记得原来好像是我们在群里头分享过，就是，也是微软的一个在国内的工程师，然后他当时给了我一个链接，然后是直接可以去申请的。后来我去看哈，微软云就是你在国内微软云上应该也可以申请到那个套餐，啊，它应该是微软云的一个套餐，就申请完了以后你可以开那个东西。好像是这样，因为我最后没有在国内试，因为我最后还是挂梯子用的国外的。来了，对，也不至于啊。有些国企央企还在用 Win7，它是这样，其实你像你说的嘛，Win7嘛，所以它新采购，就是老的它就不动了啊，新采购的以旧换新了，肯定是要用这个新的啊，要用 Linux 的。你现在说我想再去采购 Windows 的电脑，这个事儿已经有点问题了。爱国者法案吧。视频看了好多，第一次看直播，哎呀，当当啊，我得记着你啊，看看你下次是不是还说第一次。才刚开始直播，是的，刚开始。你是在哪个国家啊？这个我们是在地球上。现在去美国啊，还是算了吧。搞技术的去美国，别被打压，可能性不小吧。换个国家，这事看这个，就是美国呢，肯定是需要最精英的那一波人啊。你说我这个足够卷，然后这个能力足够强，就去美国。
你说我这个后边想去养个老啊，想去这个稍微的这个舒服一点的啊，去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地方都挺好的。全世界想去把这事儿做好的人都在奔美国跑。Kimi 还行，是 Kimi，反正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啊。现在我的感觉还是，这个能够用更多的大模型，然后把所有大模型凑一块儿，让每一个模型干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乐趣。对，因为我现在上周在付费频道里头开始录这个 AI 的课程嘛，上来第一件事呢，教大家怎么实现大模型自由啊，你可以用比较少的钱，然后在这个免梯子的情况下，用全世界的尽可能多的模型啊。第一节课教的是这个。Kimi 不解析红头文件和那些我丢过去的东西，啥也不出来。是这样的，就是你使用这种闭源模型呢，特别是国内的闭源模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特别逗，我让 Kimi 干一什么事儿呢？帮我做这个视频内容整理，就是我录完视频以后会有字幕嘛，然后我把字幕扔给他，我说来给我把字幕整理成一个博客，然后 Kimi 咔咔咔就开始干了，干了一会儿以后呢，说咱就聊到这儿吧，咔嚓一下就把那个叫做什么呢？整个对话给掐断了。后来我一看是什么情况，就是我那天正好也是在讲大模型，然后我说了一句 Kimi 的坏话，我说 Kimi 的服务器不是特别稳定。比如说现在我这句话吧，我如果拿这个字幕到 Kimi 去总结，那么 Kimi 到这儿咔嚓就给我切断了，说对不起，咱就聊到这儿吧，他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对吧？你还别说你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对吧？你说了点 Kimi 不爱听的，咔嚓人就那什么了，这个就跟这个傲娇小女友似的啊，这个反正是国内的东西就比较痛苦。然后通义千问呢，在这块儿上还要好一点，因为毕竟它有开源的嘛。我现在在本地跑的千问32B 然后呢，在Together 的模型上Together 点 AI 的这个云上跑的是千问72B 和千问110B，对吧？效果都会很好的。今天我也装了 Mac 的 ChatGPT，偶尔会无响应可能是梯子不稳定。是的，而且我觉得最近ChatGPT 可能是用的人也多，所以它现在都不是特别稳定，特别是语音都非常不稳定。去年比尔盖茨才面过圣，今年就来这一出，太不给面子了。哎，这个事情你咋说呢？你比尔盖茨面圣的时候，他已经是前微软这个 CEO 了，对吧？虽然他还是微软创始人，但是呢，人家过来就是代表盖茨基金会来做慈善来的。这个他并不替微软来谈生意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而且呢，你面完圣以后，也没有任何人说这个大家以后可以放心采购微软的系统对吧？他不像马斯克面圣完了以后说，马斯克其实还不是面圣，马斯克见的是总理，对吧？见完了以后说，哎呀，这个以后我们要一视同仁，对吧？不要去做这种限制措施。还有这么句话出来，微软这个比尔盖茨面完圣以后有这种话出来吗？没有对吧？这个人家这个就是来做慈善的。找对象要这个，这是要干嘛？你这是，这个千万不要靠这个东西做假AI 这么大的投资，要怎么变现呢？这个事情其实很怪因为以前的所有的互联网投资呢都是要变现的，但是这一次呢，你像山姆奥特曼就是说，反正我就烧烧完了我再找，找完了我再烧，压根就没说明白他要怎么变现、怎么挣钱这件事情。也没准人家就可以找到新的变现方式这个现在反正超出我的想象能力了。豆包模型的讲解，赶紧来一期期待。豆包模型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这个就是你想用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估计应该会放到这个叫做什么，应该会放到会员频道里。对。
做科研的不去美国去哪里？是的，就是你想躺平，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你要真要做科研，还得奔美国去。今天大家发言的积极性不高啊，是啊，咋回事呢？科技大国不就是这个吗？这几个嘛。实际上，科技大国就一个，就是美国。然后第二呢，就是中国啊。其他的，可能大家你说欧洲其实他们的科技并不差呀，但是对于互联网，对于整个这一块来说，还是稍微慢半拍吧。来过印尼没？这里的软件和互联网公司背后玩家是谁呢？印尼我大概去过3、4趟啊，这个雅加达去过，3趟还是几趟，然后巴厘岛去过1趟，因为我们当时在印尼是有投资的公司啊，然后也有分公司，以前猎豹在那边有分公司的。印尼的互联网产业背后的话，基本上就是中国的 BAT、字节跳动、小米、华为什么全是他们，对吧？这个当然也有一些本地的项目起来啊，比如说原来印尼有一个本地的这个，我想不起来他们叫什么了，也是类似于今日头条的一个案子因为当时呢我去跟他们谈过投资的事情，那个创始人呢是一个华人，是个马来华人。然后呢，他原来是微软中国的，后来是去印尼创业，做了印尼版的今日头条，然后那个案子最后应该是被今日头条收购了，所以就是，整个那边赚的这个各种案子呢，基本上，你在那边转来转去会碰到大量的中国玩家，因为原来我们在那边投什么这个，现金贷啊，投很多这样的公司的时候，我们在印尼会遇到很多阿里的人，遇到这个 UC 的人，遇到各种游戏公司的人，国内游戏公司的人，还有大量的这个，国内过去做这个投资的基金我们在印尼都会碰到然后有大量的中国的创业团队被我们轰去印尼去做这个创业因为以前我们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从深圳平安找了一个团队，然后送去印尼做现金贷，做的还挺好的。4欧咋要 Plus 会员？不要啊，4欧是不要 Plus 会员的啊。Kimi 小心眼儿，Kimi 是挺小心眼儿的。他既然有能力可以去这个，去处理内容的话，他就反正顺手把自己不喜欢的也处理掉呗。敏感内容自动装死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就是说他不告诉你为什么，说，哎，我们聊点别的吧，就是你肯定说错话了这个是正常的。我试了把国家标准扔进 Kimi 进行解析还能用，不过解析的深度不高这个事儿也就如此了。现在呢，肯定还是要，就是做 RAG 完了以后效果没有那么好呗。在国内花大把钱跟敏感词兜圈子，你要注意上了这个大模型以后就不是敏感词了你就没法绕过去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语义的方式来理解你到底在说什么，对吧？这个他们还是可以搞定的。刚才玩豆包去了，豆包的正确打开方式跟现在这个普通的不太一样这个豆包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李嘉诚也面过圣面完圣马上跑路了，好吧，这个是被吓到了哈。你们是咋安装的 ChatGPT Mac？就是你在 ChatGPT 的网页上，如果他发现你是 Mac 系统，他就向你推荐说你下一个吧，对吧？然后你一点确认就下回来了。比尔盖茨来不代表微软见他除了慈善，也是为了释放开放信号为了他所代表的美国企业家。是的，这个我们分得可清楚了羡慕嫉妒恨是。其实世界范围内追逐大模型的国家不多，对的。现在呢，除了中美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法国因为那个Maxtra 是法国的，那边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其他的真就不行了。欧洲互联网 AI、航天都不中。欧洲航天还行吧，欧洲航天局不有时候还放点什么东西上去吗？
但是我估计应该是被马斯克干的不行了。豆包还没有 API 吧？有啊，豆包是大模型是有 API 的。就豆包它是分几块啊？一个是豆包的网页，然后豆包的手机、PC 上面这些 APP，然后呢是豆包大模型啊，都有 API。但是豆包 API 比较麻烦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 API 不是兼容 OpenAI 的，你需要重新拿这块再写一遍啊，这事儿挺讨厌。土拨鼠老师啊，我是外行，但是有点奇怪，当年国际空间站和一星，欧洲也算深度参与航空了，现在咋就排不上号了呢？这个欧洲人，我觉得还是没有美国人和中国人卷啊，这个真没戏，真没戏。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面圣之后才稳得住自己。这不知道在讲啥了啊。Dolby 的这个 Firefly 和 Midjourney 哪个强？Dolby Firefly 我其实就没有用上，对吧？虽然这个号称是现在能用了，但是它反正也是需要挂梯子、挂各种东西，我就懒得折腾了。这个毕竟用的少嘛，而且原来的这个叫做什么 Photoshop 我也不会使啊，所以我只用过 Midjourney 和 Stable Diffusion，还有达利啊，现在基本上用这3个。国内呢，基本上号称可以纹生图的都是 Stable Diffusion，啊，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啊，那么这个就会比较麻烦。现在总的来看，可控性最强的是 Stable Diffusion，然后呢，艺术感最强的是 Midjourney，那理解力最好的是达利啊，大概是这么分。你如果想让他画一个这个需要理解很多东西的啊，你就要用达利啊，就是OpenAI 家的。如果你说我想要一个艺术氛围非常强的啊，艺术感特别好的，你就要用 Midjourney 啊，而且 Midjourney 跟达利之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达利的这个敏感度太高啊，你比如说你要求他说按照宫崎骏的风格给我画一个什么东西，他就不干了啊，说这个对不起啊，也违反了我们的这个协议啊，他就不干了。你说你给我画一个日本漫画风的啊，然后是什么什么年代的，他吭哧吭哧就给你画去了。啊，你说我现在想要这个新海诚风格的天空，啊，他又上来说对不起，我又违反协议了，又不干了，对吧？这些东西你放到这个Midjourney 里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说你给我画这个宫崎骏风格的什么样的画啊？给我画新海诚风格的这个天空，给我画这个迪士尼和这个皮克斯风格的3D 啊，这个Midjourney 都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啊，甚至你告诉他说给我画个米老鼠啊，也可以画啊。但是上一次我是让他画川普，他拒绝了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说这是个敏感人物，不给画了。啊，这个达利里头就是你画任何的写名人基本上都没戏啊，但是 Midjourney 里头大部分的名人他都是给你画的。都比强一些，这个没怎么用啊。欧洲航天发射量不到强国20%，欧洲有米国做靠山就不会自力更生了。是的。哎，好像这2天还出了个事情是，就是国际空间站上大概有几个美国的航天员啊，他那国际空间站是俄罗斯的，然后原来呢都是乘坐俄罗斯的这个飞船上去下来，然后等该换班的时候呢，俄罗斯没告诉美国，然后自己就把飞船开上去了，开上去了以后说我们这还等着换班呢，说那不行啊，我没打仗呢哈，没空理你，对吧？这个事情最近还发生了。如果会用 Photoshop， 好吧，我是不会用 Photoshop，AI 现在只有客服场景可以用吧？这波 AI 技术革命会不会不进则退，折翼而归？哇，AI 现在用的场景非常多啊，这个基本上没有哪个场景说用不上的，千万不要说只有客服用。未来欧洲做航天配套还是挺好的，欧洲反正一堆隐形冠军呗，没准哪个上的什么小垫片啊，什么小接口啊，就是欧洲出来的，啊，但是整个的呢，还是看这个美国人和中国人玩吧。Adobe 的模型好像没啥大动静，动静大的
还是这个 Midjourney 和这个达利，对，还有，哎，现在 Stable Diffusion 说3，然后出 API 了，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谁封装这东西去用，等一等吧。你觉得这波 AI 革命会像互联网一样成功吗？我觉得可能会比互联网触动更多的人。欧洲大部分国家福利制度完善，一般人也没必要卷，玩好规则就能赚不少。玩大模型这种提高生产力的技术，还不如玩法律啊。这个要看欧洲人怎么想这个事儿了。可以用马一龙的龙2接回来，不过毛子这次又算爽约了，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具体是谁爽了谁的约搞不清楚。我现在怕 APP 做出来了，过几天被 OpenAI 搞死了，是有这可能。对，我明天准备再去拉着 Indigo 去录一条这个，GPT-4O 和谷歌 I/O 这次到底谁输谁赢的啊？因为我一般开发者大会，我都会拉着他去录一条。但是那个应该不会有直播啊，应该是录完了以后，可能礼拜天会播。去年忙的人才输出有啥进展了？没啥进展，我自己都没跑出去呢。这个国内中小公司真是3/4这么裁员。国内中小公司我觉得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对吧？这个到底怎么弄，真不好说。今天还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说这个女士，对吧？过了实习期就开始怀孕，这个你说她是故意的还是偶然，咱就不管了啊。然后这个公司的老板直接下到什么呢？把公司注销了，我实在玩不起了，对吧？我也赔不起你的钱，我也没法这个处理完整的这个流程了啊，我就直接把公司注销了啊，这个都是存在的。家里学计算机研究生刚毕业的亲戚小孩以后有什么好的发展方向？这个做 AI 啊，这事还用问吗？欧洲其实普遍工资并不算高，但福利是真好，所以无所不包啊，是。但是欧洲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我前2天也是在抖音上看，说一帮人在欧洲大街上问，说你挣多少钱啊？你干嘛的呀？对吧？在法国好像是还是在德国，反正大部分的职工就是2000多欧、3000欧一个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但是也问到了一个，比如说程序员啊，他就能挣到可能7、8千欧，是大概或者更多一些吧，这样的水平。就是正常的，比如说教师啊，或者什么这个大概也就是2、3千欧。我觉得软件都是数据加流程加排序加筛选，AI 可以深度参与所有流程，这是最颠覆性的。4O 的性能把数据这部分很好的给补上了。软件呢，原来我们都说是所有软件，甭管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是什么传统的，基本上呢都是这个3个部分啊，就是输入、处理、输出，就基本上干这3件事儿。这个或者信息的输入、信息的处理、信息的输出。这个 AI 真正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把中间的所有的东西都干掉，然后我们端到端这个我们解决所有的处理问题这个而且效率还很高。迟到了迟到了，赶快点个赞去。不是好多欧洲国家开始4天工作制了吗？这个乐视也开始4天工作制了，你这事儿怎弄啊？对吧？法国真好休7组、休8组、休7月或者8月，工厂找不到人是。这个还是要有法律保障否则没法弄。软件开发直接转 AI 还是很难的吧？门槛高，竞争大，其实没有那么难。AI 呢，它反正分几块，你一块呢是真的去做大模型这块呢，如果你的数学没那么好，你可能会费点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做现有大模型应用，其实对于软件工程师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女员工怀孕给公司带来的成本应该由国家承担，好多小公司自己都很难养活了，碰上隐瞒怀孕的，生了孩子就辞退，
就很难过了，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呢，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这个什么呢？都是政府是不管的啊。说的没错啊，T211的模型各有各的特点。这个Adobe 的 Firefly 的特点是训练素材基于 Stake 正版素材库 ，Photoshop 结合可以填充生成各种效果和摄影 3D 广告插图等等，更好的结合帮助艺术家高效的创作。举个例子，以前用 PS 做基于照片和超现实基于照片的超现实海报，需要至少1周出方案，现在基本1天就能出几个。哦，这么厉害了。量子计算机回头会不会给 AI 赋予灵魂啊？这个应该是2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对，量子计算机，反正最新的我还没学习啊，但是以我原来学习的量子计算机的工作方式来说，跟算 AI 的这个东西完全是2回事啊。这个你要有兴趣可以到付费频道去看。我在加拿大现在是完全在家上班啊，周5半天啊，这个还是蛮舒服的。软件开发转 AI 关键还是有合适的应用才行，要借用别人的 API 就可以了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就缺应用，现在其实不缺模型，缺应用。数学不好做不来 AI，这个数学不好其实也不应该去做编程。法国一言不合就休假，然后动不动还为连周末加休1天，他们不倒休吗？是这样的啊，他们是不倒休的。这个跟大家讲个故事吧。当年啊，我在猎豹的时候收购了一个法国公司啊，其实猎豹一共收购了2家法国公司啊。收购第1家法国公司的时候呢，是叫 Mopub 啊，是做广告的，是法国可能包括世界最大的一个广告联盟。然后猎豹移动跑去收购它。然后呢，猎豹移动最大的股东是谁呢？是金山啊，加上雷军。所以呢，他就要向雷军去申请，说这个我们要收购一家法国公司。然后呢，雷军看到那个收购邮件以后，然后直接回了一句话，你们知道回的是什么吗？他说回的是，你们知道法国人1年才上几天班吗？你们就敢去收购法国公司啊？当然，这个我觉得雷老板还是很睿智的啊。我们一共收了2家法国公司啊，第2家是我去的，然后叫 News Republic 啊，新闻共和国，也是一个头条类的项目。当然我收的那个案子最后还算是有一个圆满啊，我大概是应该是4000多万美金收的吧，然后大概是5000多万美金最后卖给头条了，对吧？还算是挣了一点点，或者说基本上没怎么赔吧，算打平了。然后第1个收的案子最后就基本上啥也没剩下，就是中国团队去管理法国公司这件事儿，就是完完全全不成立的事情啊，这个想都不用去想，特别是互联网公司，这个千万不要想干这事儿。之前国内在炒品牌公寓的时候，经常有专家吹房租应当是收入的1/3，这个我记得就是当时德国一般人的支出水平。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你在北京上班，其实好多人的房租支出，特别是外地人的房租支出，能够达到他们工资收入的可能1多半。我朋友挺着个肚子8个月了去面试，跟您说，即便是在美国也这么明显的他没拿到任何 offer。我觉得你8个月挺着肚子去面试，这个这个就没法说了啊。以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普及后，财富会更加的集中，贫富差距更严重，根本不需要人了。是这样的，就是富的人会更富，但是呢，穷的人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好。就是现在呢，整个的这个社会财富确实积累起来了，积累完了以后呢，这个富人啊出了一些超级富豪之后，这个穷人整个的生活水平啊也在，或者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在上升。
这个其实就够了。AIGC 的内容安全问题怎么看？按照现在发展，尤其是 GPT-4o 彻底实现后，感觉内容安全会失控。这个事情就是没有绝对安全，但是不会失控。GPT-4本身其实挺安全的，当然一帮人在研究怎么越狱啊。4o 的话，在这块应该还会再做得更严谨一点，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是总会有一些黑客会掌握一些特殊的方法，可以从背后去做点事情，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安全的。国内流行一句话，女的当男的用，男的当牲口用。是的，这个奥特曼说 AI 通吃以后，每个人必须发基本收入，不然社会大乱。对，所以这个就是奥特曼也没有惦记给他的 OpenAI 挣钱嘛，所以这个最后到底是咋弄，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一句话总结啊，是介于可控性和艺术性之间，等于 SD 加 MJ。另外 Firefly 是可以在Adobe AI 里头生成可编辑的矢量图的。这还是比较厉害的。如果4o 真能达到演示的那个速度，哪个 iPhone 杀手就有能活了？这个不好说啊，我觉得有点难度。你用什么卡付费 OpenAI？ 数学不好可以用 AI 写代码，可以用 AI 写嘛 ？AI 的数学其实也不好。然后呢，我付费 OpenAI 呢，这个课程也是在这个付费频道里。我主要是电脑生图啊，用 AI 生成需要的场景，再把产品放进去。我现在基本上你们看我的各种封面都是 Midjourney 画图，然后呢再从网上找相关的内容抠图出来贴进去。万知 AI 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做这么个东西真的是挺浪费的。卷 APP 应用这种事情，不要去跟字节跳动卷。就是现在任何人在这块卷字节跳动，只有死路一条啊，想都不用想。政府除了收税，其他不管。对，所以 OpenAI 我现在感觉他自己现在也是想收税。对，这个是有点过分啊，8个月有点太欺负人了。是的。我倒是觉得 AI 和机器人出来以后，财富的价值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应该会发生变化。因为混得不好啊，经常自我怀疑内耗怎么办？这个我也经常怀疑内耗，老觉得自己搞得不是很好。出去吃一顿，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的。社会的文明水平应该是看社会下层水平。是的，就是我相信 AI 的普及，机器人的普及，还是会让下层的人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啊。这个你们还在讨论 Firefly，AI 工程师 Devin 是爆雷了吗？哎呀，这个其实就是视频剪辑的太厉害了嘛，被人看出来了。本身孕妇工作就危险，怕出事儿，放哪里也没有人敢请啊，更何况都8个月了，真有个万一，往大了说2条命啊！哎呀，这个，这就没法说了呗。以后几万块钱的人形机器人是不是就是靠 GPT-4o 的 API 来运行？应该是类似这种东西，但是会比 GPT-4o 要更强一些，而且机器人一定会有本地模型。AI 目前数学贼差，特别是几何。是的，而且我觉得 AI 的逻辑也很差。就是我为什么说有的时候 Kimi 和 Cloud 3，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叫做 Gemini 会比这个 GPT-4强呢？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用例，就是把这个字幕塞进去，就是上面带时间，下头带文字，把这东西塞进去以后呢，让它给我总结分段，对吧？这个任务对于 GPT-4来说就完成不了啊，你怎么写提示词都完成不了。但是 Kimi 呢就可以完成，但是 Kimi 呢经常出错。然后这个叫做 Cloud 3啊，特别是 Cloud 3 Opus 啊，就完成的非常好。然后 Gemini 呢，基本上可以完成，但是会反正稍微有些瑕疵吧，但是也还是可以干的。
赛博朋克的世界观啊，高科技低生活。这个未来到底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去创造了。提到 iPhone 的 Siri 啊，我感觉现在就是个大模型比它强啊，这个太拉胯了。这个我现在感觉这个 GPT-4O 就是为它准备的。来个牛的公司做个 AI，自动整合使用市面上的所有大模型，让人一站直达，达成所有功能，多好啊！这个关键是，你可以到达所有的大模型，这事儿是 OK 的，但是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个事儿，还是你要自己去想办法的。啊，现在的 AI 都在大模型从互联网来提供文章、图像，还有软件方面的应用。觉得要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比如厨艺，呃，卖场货物整理，然后这个根据需要定做商品，以及普通人，就要另找出路了。关键就是电力能源不能跟上，这个我觉得要看啊，那看一步一步走，没准哪块的都干了。人以后还是诗和远方吧。每当我发现自己不对劲儿的时候，就想想，其实绝大部分人都不太好。是啊，这个我有的时候自己内耗，然后家里人就劝说你想想，你这个日子其实过得比别人都强啊，你这个真跟那揭不开锅的比，我们这已经算是很开心的了，对吧？你看我们在这聊天，还有这么多人陪着我，我其实蛮开心的。对，这个我现在还有一个解决内耗的方法，就是不开心了就开个直播，啊，然后大家陪我聊聊天，我就开心了。赛博朋克只是科幻的一个流派，还有蒸汽朋克，最典型的是现在热播的辐射，辐射也算是一个朋克吧，算是辐射朋克。现在一般就是什么蒸汽朋克、柴油朋克、时钟朋克、生物朋克、赛博朋克或者什么这种，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设想某一天，比如说到了蒸汽时代以后，啊，他们就没有再继续往后发展啊，就在蒸汽时代接着往下干了。然后以蒸汽时代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各种科技，然后解决现在的所有问题，啊，那么这种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就是蒸汽朋克，对吧？这个就是以一个特定的技术路径，而且是现实中并没有发生的技术路径，然后作为这个底层，然后发生各种的故事，啊，这是我们使用的各种朋克，啊，因为我是当年画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Midjourney 出图的时候，你就要说，哎，这个是各种朋克什么意思啊？啊，画完了以后啊，把这个词加进去以后会出什么样的效果？辐射算电子管朋克，对，对，一言不合就直播啊，这也是我爱干的事情。诗和远方属于上层和下层，中层永远只是无边苦海。哎呀，那是啊，发际线不像程序员，雷军还是程序员呢，对吧？你那头发不也挺好的？这个你看马斯克，马斯克那个头发是后加的啊，他那个头发是做那个植发手术植进去的，他中间也是秃了。真空管朋克辐射，蒸汽朋克的代表是插分机，是的。未来不是蒸汽朋克，未来是克苏鲁啊，克苏鲁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啊，我们要讲第二个故事啊，这个第一个故事已经晃了1个多小时了。喝口水。好，第二个故事，阿里店小二一年贪污了9200万人民币。啊，首先呢，这是一个陈年旧案啊，并不是最近刚发生的案子。它呢是2020年到2021年之间发生的案子。最近呢是被央视法治在线又给拎出来播了一遍。2024年5月14号，法治在线播了一把。然后第一财经呢是2024年5月15号啊做了报道，等于这就是各种国家大媒体又出来拎出来说了一下。然后这个事情呢，原文是杭州警方近期侦破了一起民营企业内部贪腐案，一名杭州某电商平台基础岗位的运营人员
在短短1年内收受商家贿赂高达9200多万元啊，讲了这么一句话。你就想吧，在杭州，对吧？还有谁能够1年收出这么多钱来？除了阿里没别家，肯定是他们家呀。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还在持续发酵啊，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首先讲什么人1年能贪1个亿啊？而且他就叫小二，对吧？叫天猫店小二，你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对吧？就像刚才警方通报一样，对吧？要基础岗位运营人员，对吧？那么在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以贪出这么多钱来呢？这个是王某啊，这个人姓王，是阿里天猫家具类官方旗舰店的入驻审批，专门给人做这个新店开店的。那么他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张勇当时就是 CEO 嘛，逍遥子，他出了这么一个政策，说我们开了这个天猫旗舰店以后啊，一定要找一些好的进来啊，你不能滥竽充数，这些烂的店你不能让他进来啊，一定要把口碑打好啊，他整了这么个事儿。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这帮店小二说，那我们就邀请制吧。如果他们每个人都这个自己来去弄完了以后，我们去审批的话，这是很麻烦。我们找几个我们去邀请他啊，然后这一帮人就去邀请了，说，哎，我觉得你啊这个骨骼清奇啊干得不错，来我们这儿开天猫店吧。啊，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大的这种天猫旗舰店，每年的销售额能上亿啊，或者几亿都是有的啊。那么这个王某呢，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甭管谁想去开天猫家具类的旗舰店啊，得上他那儿去审批去啊，或者说他是多个审批通道中的一个吧。他呢就开始收钱啊，每个店铺收多少钱呢？15到20万啊，一共是400多家，现在已经审出来了，400多家是从那儿收的。那大家说不对啊，你这400多家，就算是你收了20万，它是多少钱呢？对吧？它也就是能够到8000万，对吧？这个也就这样了，你怎么能够收到9200万呢？你这数是不对啊。但实际上他收的钱啊还不止9200万啊，他实际上收了1.3亿啊，他还有运营成本，他有下线8个下线帮他接洽，谁想开天猫旗舰店啊，赶快啊，我们这儿帮你招代理了，他还要跟人分钱啊，他自己分到手的是9200万，剩下的啊这个3800万呢是分给这8条下线了啊，这大家一起来分这个钱。那么小二就可以1年啊摊到9200万吗？那上面的老大这不是更可怕了？那张勇1年得摊多少钱啊？还真不一定啊。这个小二呢，在阿里里边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呢是张勇在阿里管理期间搞出了一个很畸形的怪物，因为整个天猫系统就是张勇搞的。现在呢，大家也是在清理张勇留下来的遗毒。这些小二呢，就是职位很低，但是呢，他又没有什么监管，他自己呢。就是做这个邀请人加入，然后呢，执行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条款，他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互联网公司里头有非常多基层的岗位，其实是很值钱的啊！你别看这个，你混到高了或者什么的，你值多少钱？那底层的人也很有钱啊！这个在付费频道里专门讲了互联网公司内部的腐败哈，各种这个作弊是怎么玩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儿讲了啊！这个大家去看一下每年的 CJ 啊，叫 ChinaJoy。在上海每年会开一次，各大游戏公司会聘请非常多漂亮的公关小姐姐们，对吧？去各个互联网大厂里边去公关他们的流量负责部门的这些基层人员啊，上层人员他们也不管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你上层人员你弄完了以后，他第一个他很贵啊，这个找你狮子大开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人家也未必搭理你啊，但是底层的这些小伙子刚毕业没2年啊，找一些公关小姐姐还是可以搞定的。那么阿里的小二呢，在杭州其实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就是它是已经成为一种都市传说了啊。怎么个都市传说法？说这个杭州有1半的酒吧跟夜店就是靠这帮小二支撑起来的，没有他们的话，杭州的这些酒吧跟夜店就大部分都倒闭了，对吧？现在我估计已经在快速倒闭之中了。而小二最大的权利呢，其实并不是审批啊。刚才我们讲了，就算这400多家店每家都交20万，他也不可能交到1.3亿，对吧？那钱是哪来的？啊，咱们刚才留了个尾巴，现在跟大家讲，这个更多的钱是干嘛？是捞店铺的钱啊，或者叫解决问题的钱。你比如说你在这儿开一店，
开完了以后啊，有一些违规啊，有一些地方这个被处罚了，店铺被封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卖东西的人就会急嘛，然后冲上来说：“哎呀，这个小二，你帮我把这个店捞回来啊，或者至少告诉我到底犯啥问题了啊，我下次改行不行？对吧？”然后这些小二就会帮人把店铺捞回来，这个是很挣钱的啊。然后呢，他不停的要细水长流，因为每天都会封大量的店下去，封完了以后，这帮人就回来找小二来说，哎，上供说，哎，这个您再帮我把店捞回来吧，这个一天挣多少钱呢？对吧？啊，这个原来就有这样的传说，说某一个店铺，对吧？这个突然被封了，这个店铺每天可能流水有可能几百万或者几十万这样的一个流水，然后老板当夜就打着飞机就奔杭州了啊，然后先去找人塞钱塞红包，没有个几十万的红包，你想见到小二本人你是见不到的啊。见到小二了以后，然后包下酒吧来或者包下这个夜店来，对吧？您啊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折腾够了以后，第二天这个店铺就恢复了啊，这个是小二真正挣钱的方法。就是我们每天在淘宝网上逛来逛去，淘宝手机 APP 里逛来逛去，其实非常非常多很不经意的小地方都是钱啊。你比如说我这个字儿是不是写的稍微擦边一点，那是不是就会有钱进来？一定会有，对吧？那你说我这个写了擦边一点，是店铺会不会被封？也一定会。但是呢，它很多的规则并没有那么清晰，对吧？甚至呢，你在美国，比如说我在谷歌上被人封了号了，被人做了什么的，你还可以去申诉。你在国内，你连申诉地儿都没有，你去找他说：“哎呀，我实在太忙了，对吧？我这么多几十万、几百万卖家，我哪有空理你啊？对吧？”他根本不理你，而且呢，你到底为什么事儿被封的呀？他也不告诉你。行不可施则微不可测嘛，啊，所以在国内只要出了事儿，唯一的方法就是拎着猪头去找人捞啊，这个没有什么办法。那么能够运转到现在，就整个小二体系到现在依然还在运转，当然可能这个事儿出完了以后，后边这个再想运转下去，还是要更谨慎一些吧。那么现在呢，这个圈子肯定啊也有很多规范，就是你现在你说，哎，我现在想直接约小二出来吃个饭，基本上已经很难了啊，就是没有熟人带着是很难啊去实现这件事情了。就算你比如说你真的在一些活动现场你碰到小二本人了。啊，或者某些小二你碰到他了，碰上他以后呢，这个人家也是非常礼貌，对吧？然后你想给钱给什么东西，根本不会有人收的，对吧？这个只能是找他们的熟人下线啊。然后呢，真的为什么这些人一定要去夜店，一定要去酒吧？你要到那儿去做一些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喝了酒，然后到这个女性面前或者到异性面前，对吧？大家才比较放得开嘛。也算交个投名状，他才有一些话是可以说的，对吧？这个所以小二是一个杭州的都市传说。那你说这事儿为什么会翻车呢？这个大家要相信，翻车的通常不是贪的最多的那个啊，也不是最嚣张那个。9200万肯定算贪的已经比较多了，一年啊，这不是说多长时间，就一年9200万，对吧？这个但是一定不是最多的啊。这个一般情况下，这种人翻车是几个原因啊？4个原因。第一个呢叫站错队啊，这个大量的翻车都是因为这件事儿您上面跟这位领导罩不住了，或者这位领导撤了，特别像现在张勇撤了，可能，但是他这个事儿，2020年、2021年就被翻出来，肯定还不是张勇撤了以后出来的事儿，对吧？第二个呢叫太嚣张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个也是会翻车的。第三个呢叫撞枪口这个呢就属于是运气实在不好你得这个比如说你坑了一些这个人但这些人呢跟其他的领导又认识那么这就容易撞枪口。然后最后一个叫分赃不均这个你比如说我拿着钱了跟别人分少了分多了一个部门上下打点没打点透，就把这钱揣兜里了那么这个也是容易翻车的那么前面呢也有翻车的不是没有，就是2016年、17年有一个，但是那个呢是做电子相关一个就是电子元器件要么就是电子3C 产品相关的一个小二翻车了，但是那个呢就几十万、50多万，这个可能还符合大家的心理预期但是你说一年能挣出1个亿来，这个事儿有点夸张了，一年1.3个亿，自己分9200万，对吧？这个呢确实有一点点触目惊心。
那么这种案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被翻出来？大家有没有想过呢？这个小二的势力啊，其实还是很强大的，就是它有一个，也是一个，你不能说这些人已经形成工会了，或者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下组织，这个不能这么讲。但是呢，他们肯定也是，大家有一定的这个根基了，因为他运转了这么长时间嘛，张勇控制这个阿里集团，对吧？做天猫系统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小二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些人，你说我现在想换小二我把这帮小二都开掉，再换一帮新的行不行想都甭想。为什么？当你把这个小二干掉的时候，原来给这些小二塞钱的这些商家就会跟着一起走人跟着走了以后，那你的销售业绩，你的整个的数字就会变得很难看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有问题的跟大家讲一个当年京东的故事吧。京东呢，在这个早期发展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着急的它没有那么好的底子，也招了很多叫刚刚够用的人。就是在互联网公司里，你招人有的时候是招这种就是比较牛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就会招这个刚刚够用的人，就是相对来说也便宜一点然后呢，这个没有那么好创造力，但是呢，执行力很强。京东早期招了好多这样人。然后在京东有钱了以后呢，他就想把这帮人干掉想换一批更好的。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这事儿呢？就是以前我在盛大创新院，盛大创新院解散的时候是2012年，正好那个时候京东比较有钱，他就招了好多我以前同事进去。结果招进去以后呢，发现就跟京东的固有势力就打起来了原来这些人就是把握着各种的销售渠道、各种的客户，然后他技术虽然不怎么样但是呢，所有的这个资源都在他手里头。然后更牛的人进去以后这些人就把这资源不放。然后刘强东说：“你们得拿资源出来让人干那行，我给你资源然后马上你就看那个销售业绩咔就下去了因为下的人都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京东我刚才比阿里肯定也是这个不遑多让的贪底下这帮人然后这个刘强东呢又是一个自己不太懂技术的人他就看数说：“哎，数掉了，不行你们这帮新来的技术不行，赶快给我换回去，还是我这帮老兄弟好。”这个我以前慧眼识珠把他们从这个普罗大众中挑选出来担任了重要的岗位这帮人很厉害，对吧？他就不停的干这种事情。京东那一段时间光换 CTO 换了大概多少个 CTO， 换了一堆，对吧？像那个时候盛大云的以前的创始人叫何刚，还跑到那儿去当过 CTO， 当过手机科学家。然后呢，从谷歌也整过 CTO， 从各个地方都整过 CTO 过去，搞不定，对吧？因为你跟底下这些基层势力做斗争的时候，你手里没有资源，你是搞不定的。而且你上面这位真正说话的老大呢，自己又不懂，对吧？他就看，哎，销售数据上去了，哎呦，销售数据下来了，对吧？而且只看这个很短期的时间。你说你多给我点时间，让我这个独立的跑一段时间他又不干说不行，就是这个2-3个月，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很好的交代，我才能让你往前走，对吧？所以呢，这个小二的势力非常强大，所以需要现在出来再敲山震虎一下，再看看能不能把一些这个原来这个势力里的人再折腾折腾。张勇呢，把握阿里这么多年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把他下边的这些根系清理干净的。阿里呢，现在也还在不停的降本增效。在刚刚公布的财报上，现在阿里有多少人？204891个员工阿里现在有这么多人，比上一个季度，现在公布的是2024年1季度的财报比上一个季度，也就是2023年的这个4季度少了14369人比半年前这个少了2万多人，对吧？就是每个季度大概能裁掉1万人每个季度裁掉1万人，阿里现在是这么干的一个事情。而且呢也有人不喜欢这个互联网公司咱们原来都说哎呀，这个互联网公司怎么样这个有人不喜欢有人喜欢工业斯巴达。所以从这个什么什么之后吧，互联网公司在国内混的都很不好。那么对于互联网公司的恨意呢，并没有消失现在呢，你再拎着这些企业家出来穷追猛打呢，就不太合适了再把马云拎出来，把马化腾拎出来，或者把什么李彦宏拎出来再打一顿，这事儿不合适但是呢，互联网公司的原罪还是在这里本来就是这个要拆那么大家呢都是有分肥机会的。原来阿里是要1+6+N 嘛
还有一堆政府的人希望在1+6+N 的时候能够分到钱，但是现在又不拆了啊，你又握成一个拳头了，又合一块了，你到底想干嘛呀？所以大家看，这是央视的报道，对吧？所以呢，肯定还是要对互联网公司再敲打一下。然后，中国互联网大厂的发展历程呢，其实也算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什么意思？咱们现在总说互联网公司有大公司病，前2天啊，李彦宏刚说我们有大公司病了，对吧？阿里其实也是大公司病，大公司病怎么来的？前面我们讲过，大公司高速发展啊，管理制度和人员素质压根都没跟上，涨的时候就过去了，然后呢，在发展期问题都被掩盖了啊，稳中向好的时候呢，就变成大公司病了啊。实际上我们现在讲的大公司病很多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大公司的这些职业经理人呢，他们只解决当权的问题，啊，这个或者呢，就是玩这种叫行大事者不拘小节啊，或者黑猫白猫能招耗子的就是好猫啊，他们搞这种事情。但是这个里头呢，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啊，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叫做我们管这个东西叫结果导向啊。这以前这是我们啊原来在猎豹的时候从雷老板那儿学回来的啊，这叫结果导向，就是一切的事情我们先看结果是什么啊，我们只追求结果要的这个东西，中间的过程不重要，或者咱们用一些不太好听的话说叫不择手段，对吧？我们就会干这样的事情。那么当你是结果导向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界到底有多高啊？所以以前啊，我们在互联网公司里头都是讲的什么，决定一个人成败的是他的眼界，不是他的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你如果眼界很低，你就只能看到一个眼前的结果；如果眼界上升一点，你就可以看到更高一个层次的结果，对吧？然后以更高的一个层次的结果为目标去制定你所有的这个行动方案，去干这个事情。这个如果这个大老板的眼界足够高，那这事儿没什么问题，大家就可以做更好的结果导向。张勇这种就是 CFO 出身的人呢，数字上是绝对没毛病啊，所有人算账都没他算得明白啊，包括这个马云，你说你现在跟张勇算个账啊，肯定没有张勇算得好啊，但是呢，他的结果导向就是完完全全按照季报、年报、财报一轮轮走，他就是一个很短期的结果就去导向了，对吧？那么在他的任上，他看数据还可以啊，没任何问题，对吧？人性最后会被数字所扭曲与掩盖的。那么当管理层级多了以后啊，这事儿就会变得更麻烦，变成什么样呢？这个中国人本身就擅长钻空子，然后互联网大公司在整个建立的过程里头，太多的利益会被分散在不同的层级里头，我们管它叫跑冒滴漏啊，就跟这个水管上有漏缝一样啊，他们就会四处就漏掉。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当你层级多了，然后又是快速的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根本没法等。大公司长大的过程啊，一般说150人之内靠的是老板的魅力，到500人之内呢靠 KPI 和各种规章制度，到更大的公司就要靠企业文化。为什么呢？这个150人之内，你说我现在给你玩一堆 KPI，那你效率就低了嘛，对吧？肯定到那个时候是打破所有规章制度，打破所有规则，大家就卯足了劲儿往前跑的时候啊，那么老板只要魅力够就可以了。然后等到500人呢，这个老板就看不过来了啊，这些人已经认不齐了。虽然大家都认识老板是谁，但是老板已经叫不出所有人名字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定一堆 KPI 和规章制度。但是因为人并不多嘛，啊，你任何的 KPI 和规章制度出问题的时候呢，老板还可以亲力亲为的冲上去把这事搞定。然后等到更大的公司了，比如几千人了，啊，你这些规章制度又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规定起来，老板也没空说出了问题以后我都冲上去一线把这个窟窿补上，对吧？那么就要靠企业文化来去把这个事儿支撑起来。当然，成功的公司呢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什么？就贵人语迟啊，或者说叫什么，就是他们都会比较滞后。啊，像我见过的成功公司，老板呢会在这个，比如说靠老板个人魅力可以掌握到可能1000人左右，啊，然后呢到这个1000人往上再去建立这个 KPI 啊，或者比较完善的 KPI 制度，然后再往上，可能几千人了再去研究是不是搞公司文化啊，很多中国的这种比较成功的企业都是走的这条路，但是走这条路呢，它就会有很多问题啊，你比如说。啊，当时我在猎豹的时候，当时要上市了，2014年我们去上市，在上市之前，
请安永进来做这个审计和上市准备的时候，安永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财务管理系统啊，我们的财务管理系统是用 Excel 记的，这个当时都疯了，说这怎么可能？你都要去上市的公司了啊，你的这个财务系统用的是 Excel 啊，大家知道用 Excel 系统，记财务系统跟这个用正常的有数据库的财务系统有什么大的区别吗？大的区别就是 Excel 的这个表是不用对齐的，对吧？可能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张表，然后这些表之间是不同步的。而用大的财务系统的话，大家所有的表是用的一张表啊，或者说一个数据库，你所有动作是在一起来去发生动作的，对吧？那么用 Excel 的好处是什么？就快，而且呢，大家就可以记好多的小账啊，这个明面一本账，背后一笔账，或者是各种十几本账啊，就可以干这种事情。所以当时都傻了。那么规章制度永远是降低效率的啊，没有任何好说的，没有任何一个规章制度可以提升效率，对吧？那么企业文化呢？这个当你公司已经比较大了，然后规章制度也烂掉了，或者建立的本身就没有那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只能是靠这个前期延后的老板个人魅力，对吧？你想，刚才我们讲了，老板可能到1000人的时候还在靠个人魅力呢，然后企业制度并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那么这种企业通常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只有一个核心，对吧？这一个核心最大，它一般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当一个企业已经涨到1、2千人了，还只有一个核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建立的企业文化呢，就是一个充满谎言的笑话，对吧？一定是这样的，这个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变化啊。那么你说这些老大公司它还能改好吗？啊，咱们把这个阿里再好好改一改啊，百度啊，或者是这个百度里头也挺贪的啊，然后加上这个京东啊、什么腾讯啊都改一改，对吧？前面马化腾为什么讲说腾讯里边这些腐败看着这么触目惊心？就是它里头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这个而且腾讯里边过的钱其实一点都不比阿里少啊，那么腾讯里边的这个贪腐肯定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么规章制度是不太可能事无巨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规章制度也是人建立的，规章制度越细，效率就越差。然后呢，你效率差了以后怎么办？层级就会变得更多，你层级越多，好冒滴漏的这个漏洞就会更多。所以这个事儿本身是无解的，就规章制度是不可能太细的啊，这个越细就越贪。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道德跟企业文化来让企业在这个疏而不漏的制度下继续运转下去，这个才是正常企业做大的一个该干的事情。但是文化呢本身就很难建立但是呢崩溃起来又特别容易，就是文化是一个企业里头非常难搞的事情。对于阿里来说，前面的阿里阅兵事件其实已经是对阿里文化的一个巨大的伤害。阿里阅兵事件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一帮程序员利用这个自己会写程序，在抽月饼的时候呢，让自己能够多抽一点。然后呢，阿里这帮人就说不行啊，你们作弊了，一定要开除，绝不容忍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没过多久，大概过了1、2年吧，就出了这个蒋凡的事情，被老婆举报，对吧？跟这个下面的公司之间有一些不正当的。甭管是男女关系还是金融财务关系吧，被举报，举报完了以后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他没什么事儿。现在这个蒋凡又回来了，对吧？依然是合伙人成为阿里国际的这种负责人，还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就觉得原来你所有的阿里文化、阿里的这些道德都是约束底层程序员的。对吧？你对于这些小二，对于这些老板，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大家就直接就放弃了说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然后另外一个对企业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东西是什么？是裁员，对吧？你只要裁员了，大家朝不保夕了，那还要什么文化认同感，对吧？你今儿就把我裁了，或者明儿有可能把我裁了。我为什么要认同你的文化我肯定是能揣在兜里1分钱就揣1分钱，对吧？咱们原来讲的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吧？那么如果我这个每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那凭什么要求这个人有道德呢？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对吧？所以咱们西方人也讲叫无恒产者无恒心嘛，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企业文化建立不起来
规章制度也有这条路其实是走不通的这种老大公司它是改不好的，你让它把它这个彻底把它改好，可能性基本为零咱们现在只讲到公司这个层面大家不要胡乱联想。所以这些老牌的互联网巨头并非不可战胜的。现在有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在国内这个比如说美团拼多多、字节跳动这些呢就是相对这个阿里这个腾讯百度京东这些就是比较新的互联网公司。这些新互联网公司呢，他们的战斗力为什么很强？就是它有极其严格的这种内部监控像这个，因为我以前有一些同事在字节跳动，他说字节跳动这个什么关于这个内审道德什么这块是极严而且设置了很多奇葩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内部管理，而且处罚极其严厉那么当然你说字节里的人贪不贪也贪这个事一定会有这个或者说咱们没有事实证据吧，咱们就不瞎说了就是字节也有小二，这个叫做什么抖音店铺也有小二他们都是有的只是呢现在这些人还是时间很短的，因为它发展很快嘛，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去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而且这些公司他们主要玩的是什么？靠算法，我不靠人了，对吧？各种东西通通都是算法，然后靠算法把人管成螺丝钉不是说靠人来确定这个事儿干还是不干，所有东西全上算法。这个你比如说美团去管理这些外卖员，对吧？这个拼多多去管理各种店铺完全都靠算法。现在这个抖音上的这帮电商都快疯了为什么？你只要是哪家店卖的好了，他马上就给你做比价你比如说一个店铺终于有流量了卖的也还不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店主来说，他们想干的是什么？涨价呀，对吧？我赔本赚完吆喝以后，我该赚钱了呀。然后抖音在这个时候就会马上说，来，有一个卖的比他更便宜的，赶快去他们家买去吧这个所以这个大家现在也不太敢在抖音上做投放因为你投完了以后这个钱挣不回来，对吧？这个是有一些新的玩法大家也还在适应，说抖音你到底在想怎么玩这个拼多多其实也在搞这样的一套东西，然后包括美团就完完全全不相信人，就是解决不了人性之恶，咱就干脆解决人性算了咱们不相信人了，咱们靠机器。所以这帮互联网企业要比前面咱们讲的什么 BAT 什么京东要比这些要狠得多要更狠但是呢，甭管是什么样的互联网公司，就是互联网公司都像飞机，飞机是什么样的？就是绝对不能失速，你让飞机停下来你说来飞机现在有些问题，我们停下来检修一下它就掉地上了一失速就会坠机这是为什么说老牌互联网公司改不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些新兴互联网公司是可以把他们干掉的这是他们的原因。当然你说新兴互联网公司涨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如果失速了没有下一步生长的空间了可能也会变成这种老大公司，因为他们在生长的过程中这个底层的制度以及这个人员的素质其实并没有比老牌互联网公司好到哪儿去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阿里的小二1年时间贪污9200万的故事。好，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哇，有这么多提问。雷军是男主角，不可能跟人家比雷军现在有点像男主角了。怎么看汪峰泡上森林北汪峰其实歌我还是他的有些歌我其实挺爱听的，虽然别人可能觉得汪峰唱的也就一般，但是反正我挺喜欢的。但是汪峰的其他事情我就不了解了。至于森林北到底是谁就更不知道了，差着辈分了，也不叫差着辈分，估计可能就反正不是没听说过这个人，以前跟当年马某的通报一样惊悚这个还好，
幸亏他不姓马。这就是内部没有岗位审查，他们怎么不用 AI，做出异常认证呢？字节他们就这么干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是这么干，但是这些老牌公司他们是不这么干的，因为这些掌握这个客户资源的这些小二你要想上这个 AI 去搞它的话，他们就会快速的给你把这个生意搞得一塌糊涂啊，所以大家不敢干。不敢弄啊，摊完润了嘛？肯定有很多人摊完了是润掉的啊，但是这个也有被现场抓住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阿里的腐败好像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京东、腾讯也时不时来一下反腐，基本都是掌握平台入门券的运营出事儿。但是这种反腐呢，永远是这个不停的敲山震虎，不停的敲山震虎啊，你不可能真的把老虎杀掉。这个叫投鼠忌器投鼠忌器。润哪里了？在帝都。微软撤了感觉是在撤，暗示该充会员了。是的，没有这个总要给自己的会员节目做些广告嘛。会员里头那么多节目，然后大家看不到，我也觉得，对吧？稍微有点小遗憾。这个好像就 App Store 比较干净。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感谢加入会员。微软要是不撤，怕是美国有人会认为他们会把美国 AI 关键资料泄露到中国，干脆撤了比较保险吧。因为美国确实是有法案在提交啊。这次微软打包中国 AI 人才到美加澳，主要原因是已经把几十亿中国人的 raw data 全拷贝回美国研究用了。你知道对我们软体工程师最重要的是什么？没错，就是 raw data 原始资料。我们写程序的input 要先从 raw data 去整理和分析，才能 output 出结果。这位写繁体字的台湾人叫软体工程师嘛，应该肯定不是大陆人。肯定距离软件工程师还比较远啊。这个软件工程师是不这么干活的。各民主国家的每个人都有隐私保护权，所以根本拿不到几十亿人的 raw data 来完善。这个我觉得你对于 AI 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想法。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个所谓的 raw data 这个印尼有一次丢过一次数据被攻击了，然后呢是把全印尼所有人的身份证信息给丢了。丢完了以后呢，当时是一堆的公司跑去印尼放贷款嘛，因为我们当时在印尼投这种现金贷业务，然后他们就买这个库，买完了以后呢，做这个基本信息认证干嘛呢？就是你来申请贷款，你拿出这个证件呢，你得到那个证件库里去对去，确实有你这个人，对吧？才能去给你放贷款，就干这种事儿。其实绝大部分的这种基础个人信息也是没用的，对于大模型来说，对吧？你叫张三还是叫李四，你说对于训练大模型来说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啊。而且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个隐私到底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东西啊。全世界绝大部分人的信息，包括中国、美国人的信息美国手里有一套，中国手里有一套都有不要认为说这个台湾的信息就没有这个中国大陆手里都有。我记得当年的是小米被台湾政府处罚过，干嘛呢？就是他在台湾卖手机嘛，卖完手机以后，把台湾大量的数据直接送回中国来了，对吧？你想，你天天举着手机，又是摁指纹，又是这个照相，又是做这个录音，对吧？然后再装各种 APP，在里头搜索各种东西，天天还在里头输入东西，那这些东西不都回中国大陆了吗？这个大家都有然后美国，你说苹果手机它不收集信息吗？谷歌手机不收集信息吗？都收集。对，所以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数据美国一套，中国一套或者中国可能好多套，美国好多套这个才是合理的。
所以现在说啊，我这儿要保护隐私，这个基本上就是瞎扯啊。国内电商行贿是常态啊，这个各种的流量平台都是常态。以现在的数字化手段，其实真要查是能查得到的，只不过模糊的空间太大，阿里又交税太多。其实呢，它还是叫投鼠忌器，就是我担心查完了以后这个生意就挂了。你比如说阿里说，我今天这个天猫，对吧？我就这个3月没收入，我认了，对吧？我就生生把这边全干掉啊，然后所有的这个过往交易挨个查，然后只要有问题我就一个不放全抓掉，行不行？不敢啊，任何人都不敢。我记得以前咱们讲这个，说抓贪官啊，说这个挨个枪毙呢，肯定有这个冤枉的好人，隔一个枪毙一个呢，一定有漏掉的坏人，对吧？他以前都是这么讲。但是所以现在我们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绝大部分的团队呢都是好同志啊，只有极个别的人是坏人。你如果每次都按照极个别的人是坏人的这个方式去抓呢，你就永远不可能把他抓干净，对吧？打包人才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要和中国坚壁清野，哎，这个都是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关键时刻什么？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有耐心打了这么多啊！但是呢，这位朋友应该距离行业差很远啊，还是有一点小差距吧。这个很多你想象的东西都只是你的想象。21年我司行贿阿里小二的事儿就东窗事发了，我司差点关店，不过最终还是挺过来了。不过小二最终判了。对，你最后想再上，你还得再找一个另外的小二，你也不可能说我最后就老老实实做这个生意，对吧？他就最后他形成风气了这个事儿。这个大家注意啊，舒肤佳1个月内2度被诉啊，肥皂内有刀片儿，调查结果未出，用舒肤佳的注意一下，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肥皂里头为什么会有刀片呢？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因为我们家是早就不用肥皂了，都是各种的这个乳液的，就是什么，洗头膏或者是这个洗手液，或者是，洗澡的这种浴液，都是这个。我们家是没有肥皂的，这个太吓人了。这位零啊，你的这个长篇的我就不念了。老宋刚刚视频网传，京哈高速辽中段桥梁坍塌已辟谣，官方桥梁结构出现损伤，已介入调查。视频单车道通行，好吧，看来还是现在呢，就是叫大维修时代，就是任何工程你出了以后，就是你大基建完了以后，一定会出大维修，所以很多东西就跟飞机一样，你不能停下来，对吧？这个你如果大基建的时候呢，大家还有机会或者有时间去把一些问题掩盖掉，但是你一旦到大维修时代，这个事情就掩盖不掉了啊，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老大，你说互联网公司让我想起雷军互联网手机的说法了。刘作虎离职那天，雷军转发刘作虎的微博称欢迎加入互联网手机阵营，结果刘作虎回复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手机，雷军随后删除了这条微博啊。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手机呢还是互联网手机啊。这个因为我当时是跟魅族的人、跟华为的人、跟小米的人都沟通过，他们就很羡慕小米，羡慕什么呢？小米是我想想那是哪年？2015年吧，2015年，小米卖掉一台手机之后，还可以从每一台手机上赚回来的钱，大概是20多块还是30多块，然后其他的公司呢，只能够从里边大概赚出5到10块钱来。所以这就是互联网手机的力量啊！就是我们不管它到底干嘛了，就是我们把手机卖掉了以后，是不是依然可以不停的从手机上挣到钱？这个才是互联网手机的核心。这次 GPT-4o 上线，GPT-4o 应该还没上线，大家其实用到的都是假的，也不叫假的，就是我们现在甭管是GPT 的
iOS 安卓应用，还是这个 Mac 应用，还是网页，我们现在都可以选择 GPT-4o 的模型去使用，但是只能使用它的文字部分，然后所有的通话部分都是用的传统的方式，就是先录音，然后识别文字处理，然后再输出，都是用的这样的方式。就是真正 GPT-4o 所推崇的这种端到端的，这头进语音，那头出语音的这个东西，现在其实没发布，就是大家用到的都不是那个最新的。企业贪污9000万，没10年出不来，大概率无期啊，这个看吧。哟，这个星舰4又快来了，这个是个好事儿。我觉得星舰还是一个比较值得期待的事情。以销售为导向的公司文化都很虚啊，这个就不好说了。看庆余年来晚了啊，我是不看这个的。新互联网公司就是靠人力成本、低人权啊、低犯罪成本发家，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我觉得呢，你要这样呢，就不太了解互联网公司，就是你至少还要知道它为什么长这么大，大家都低人权，大家都低犯罪成本，为什么它成了，对吧？如果你只是把认知停留在说啊，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干的不好啊，这个我觉得就失去了思考的机会，也失去了这一次提高的机会啊。Siri 别和 AI 比啊，不是一个东西，不 Siri 也是 AI 啊，这个是 AI 1.0，现在叫 AI 2.0。能源太选了，我感觉什么意思啊？数据这一块就很麻烦啊，这句话没看懂。真正靠自身能力发展起来的，好像也就是原神能算一个。哎呀，这个你要问这个任天堂的粉丝们，原神是什么？他能喷你一天。啊，这个大眼珠子的书看呀，我都看呀。我其实，但我现在看书看的少多了，因为现在基本上都靠听书，然后又时间比较忙，所以现在看书看的少。我是有些书是都看的，比如说远童的书，然后这个原来猫腻的书我也都看了，猫腻就是最后一本书没看啊，第一本书没看，最后一本书没看啊。第一本书叫做什么来着？我忘了啊，就是写《西游记》的。然后最后一本书呢，是我也想不起来叫什么，现在这个脑子已经没那么好使了。就是反正也是这个一个练剑的玄幻故事啊，这两本书没看，其他都看了。有时候修条路，工程老板赔了钱，管渣土车的挣大钱是都有。发现今天法拉第未来马上要3刀了，是这个不行，明天录一条把它说说。但是这个事儿反正没法说这事儿啊，这个大家赌一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反正你也别指望这事儿就是能怎么样啊，愿赌服输就好了。我用蔡文姬打野总被骂怎么办？这事儿我从来不玩这个游戏，不知道啊。这些互联网公司文化是大国特色还是普遍性的？我的感觉是大国特色啊。会员值得充，CP 值太高了，好吧，感谢推荐。汪峰，一个有故事、耐不住寂寞的骚气老男人，好吧。你先把 input output 拼对了，是的，前面那位台湾小姐姐，呃，这个还是有点太这个什么了啊，还是有点稍微的激动了一点。Apple 最大的腐败部门啊，深圳售后，成就华强北传说，深圳售后人人法拉利。这个事情怎么说呢？苹果肯定还有很多的部门啊，这个都会有一定的利益流转。老范提会员的节目，就是说书艺人的钩子，想听全本吗？充会员你就听到了，也不是了，就是会员里头会有一些在外面不太适合说的东西，但是会员的节目我不能保证好听啊，这个一定要先跟大家讲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会员的节目里头，不是那么，面向公众，所以有一些内容会比较艰涩难懂。
微软走了，那如果 Windows 也和安卓现在的国内状态一样，各种 OS 那就恶心了啊，那还没有安卓好呢，安卓还是在 AOSP 的基础上，大家改来改去呢，这底层都是一样的。如果微软走了以后，大家在 Linux 基础上改来改去，那乐子就大了，我告诉你。国产化就是各种 OS 啊，这个真不一样啊，这个跟安卓差远了。咱们现在所有人写了 APP 安卓应用以后，你可以在国内所有的安卓手机上跑。你到那个时候，大家你是红旗 Linux，我是什么什么 Linux，这可不一样啊！你做完了一个 APP 以后，你是没法四处乱跑的。对，这个肯定不是写代码的啊。推一下老范，讲的特别明白啊，感谢。这个世界就没有白莲花，有也是装的。重要的是要有制约。哎呀，老范有不少猎豹的原始股吧，没多少啊，因为我去的晚，而且还被他们坑了一把。然后走的时候呢，就都清零了啊。这个你只要离开的时候就都清零了，所以就别想这个了。这个也不涉及个人隐私啊，所以也无所谓。钱多了个人隐私，钱少了就无所谓了。国内手机内置监控一举一动都在老大哥的监控之下。大数据就是先收集，收集完了以后再说。国内如果普及 AI，隐私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实名后被识别标记为负面情绪的人，那么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这个它也是需要处理能力和这个处理成本的，就是所有的这种都是靠有成本。像我们这种人，想被人去处理一次还不够格呢，我们就是 nobody， 对吧？想入手 Surface 啊，这个算了，我建议你还是去老老实实的买 MacBook Pro 吧。好像今年到了第一批电动车的淘汰置换期啊，不仅仅是基建，拜托大家真的是不要用关键时刻这种娱乐节目来当资料来源啊，看了头大。这是什么东西？问题是就下这么大力气宣传消费换新，结果就闹了个社融负增长，生产端和消费端都在萎缩。对，大家关键是没有信心。隐私的过度使用，还是与制造需求相关。真心缓下来想想，真的是有这么多需求吗？需求都是大家慢慢刺激出来的，需求千万不要以为它一开始就存在啊。这个需求是我们这些做互联网的人，然后不停的刺激，然后每天做产品经理在这想，他需要这个吗？他一定需要这个，他需要那个吗？也许吧，咱们试试，对吧？都是这么来的。塞尔达人称小元神啊，咱们现在都可以这么讲了吗？请问那个 AI 比较会数学啊？数学其实都不怎么好啊。现在好多 AI 能够做数学，其实是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旷野之息是超元神的啊，这个好吧，你这句话我没听到啊。抄袭问题有个标准是拿掉那个争议的地方，这个产品还能保持作品自己的特色啊，这就不能算抄袭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标准比较模糊了。这个网上还有人说，还有人在写说社融低代表国内大企业的地位比较稳定，手里有大量现金投入生产，并不需要融资。这个反正就没法说了呗。有人愿意这么相信，那你能怎么办呢？对吧？今天房地产放大招，全面看。这个我觉得也不要想这么多啊，大家你最后还是要看能卖掉多少套房。如果卖不掉呢，就全扯。
中美脱钩是大趋势，搞完 TikTok 现在开始搞生物制药，慢慢的就要分开了。其实分不开，很难分开的。因为就是像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对待这种就是单一民族国家，它其实搞不定。对你，因为你就这么想吧，他离开华人他能搞定，他搞不定。你如果离开华人能搞定的话，这玩意儿叫种族歧视，对吧？所以这个华人又是这个我们认为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而且我们还聪明，还勇敢，还这个勤奋，对吧？有这么多优良的特性，那么我们会在全世界各地，然后去把生意继续做下去。所以这种限制，其实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时代，我觉得不太现实。欧洲传统车企现在搞自动驾驶或者 robotaxi，还有可能和中美竞争吗？你看大众是怎么干的？大众就是不停的去投资小鹏，然后在国内投资什么地平线，投资一大堆这样的公司，对吧？那买呗，这事儿还有啥好说的呀？会员内容属于 DLC 是这样的，就是它会更难一些。汪峰的嗓子还是不错的啊，上大学时请鲍家街43号来学校演唱啊，完全没人看，好吧？会员频道的信息密度大，再次强推 TS 系列，想创业这个，必须得看看，好吧？我争取把这个 AI 系列也能够录成这样，现在刚录了第1期，有朋友现在上班就用国产操作系统，他的痛苦我不懂，但是很好笑，哎，我们不能幸灾乐祸嘛。政府这边不是审查过 Windows 源代码吗？巨映走了，是不是就可以拿来魔改了？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首先，源代码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后，你是根本拿它没办法啊。你看你也看不明白里到底有什么。第二个，你改了它干嘛呢？对吧？这个你改了半天，又没有人技术支持，搞不明白的地方，你又没法去问人，改完了以后能跑不能跑还不好说，对吧？你又招不到微软那么多的人，对吧？你这事儿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找这个开源的，有一帮人在里头还回答问题，还有社区，你拿那玩意儿改多好啊！这个国企基于 Linux 自研 OS 应该存在10几年了，现在范围越来越大啊，企事业单位也开始用了，但是那玩意儿真的不好使啊，信用和信心的崩塌，刺激没用，要把底层扶起来才行，快饿死了，喂多少泻药都拉不出来了。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就是说还是要有时间啊，就是你如果说今天我出了这个房地产新政，然后房地产股涨了，大家就开始买房啊，还是说这个如何的去处理这个事情还要看。你给他一个相对长一点，比如说给他个1、2年的稳定期，不会再闹幺蛾子。你说能不能再把它养起来呢？可能性是有的啊，不是说完全没有。但你就怕折腾，比如说，哎，这招不行，来再来一招，啊，那个药还没吃了，再试试。那这个呢，就只能是这个就没法整了啊。大数据是读数。之前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就深刻体会，只要有数据指标出来，给用户标注好，形成族群，未来即使系统没有用户信息，也可以分析出新的用户的喜好。这个特别是 TikTok 的算法，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个还是要有这个信息啊，还是要有用户信息进来。聊下国内房价政策呗，这个反正再怎么调我也不会去买，这咋办呢？这跟我有啥关系呢？微软亚洲研究院有没有可能整体撤离呢？一切皆有可能了。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微软应该也会吃一堑长一智吧。什么意思？你比如说阿里，阿里呢前面就是说我要大刀阔斧的裁员了，我要嘁哩喀喳裁，然后呢就被政府约谈了，说你不能这么裁，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缓冲期或者是什么，不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能让政府面子上不好看。然后阿里说那行啊，我就不再做这种大刀阔斧的裁员了一下裁个多少不干了。但是呢，他一直不停，对吧？你想
这个以阿里20万人的体量，它在3个月里头才14000人，那实际上就是90天嘛，或者我们讲100天，每天裁个100来人，对吧？还有这么多分子公司，然后我们就把它分散了开了裁，不停的裁，然后从来不停下来。他要走这条路，那么这个微软呢，这一次肯定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就这次之后就算吃一堑长一智，就是大家再往国外走就不要在整个部门一起走了我们就一个一个走，然后这个大家一旦这个申请了走，就要签保密协议，你就不要说了就要走这样的一条路这个所以以后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听到说谁谁整个搬走了。除非是最后一波人你就剩最后几十个人了咱们就一起撤吧我们就已经不用为明天再想任何事情了那么这个有可能会彻底撤走否则的话就会细水长流了。这个除了汪峰火了，剩下几个哥们儿都没动静，我就没听说过这个因为我听汪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很晚了。最近不是正在折腾水电费的价格吗？尽可能的收割水电费这事儿我觉得该涨涨呗。微软肯定不会全撤，主要是看留下来多少，留下来干什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微软撤吧，留下来干嘛？90年代基于 Unix System V 国产操作系统你还做过这个好吧？张宁我出国后好像改成了直接用 Linux 了。是的，这个 Unix 系统5的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叫什么呀？我还真没见过这玩意儿。但是它是买的授权来改的吗？因为后来就是 Linux 大家等于都是不用去搞授权了嘛，大家就直接在那个上做了。终于又可以听直播了，先点个赞，感谢感谢。蚂蚁搬家呗，一点点撤，对，是这样的。现在政府部门是不是又要求国产操作系统？是现在是要求新采购的首先是要求国产操作系统，国产 CPU、国产所有的设备都要国产，对吧？任何其他地方产都不行。而且这么长时间，还真让咱们把这一整套东西都凑出来了，对。好这个就是今天直播的所有内容，已经2个多小时了，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周末愉快。明天会断更，让我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礼拜天早晨应该会有节目放出来。我看还有一些问题这个举个例子朋友 A 有看过的商品那么在朋友 B 的手机上也有过推荐，有听过类似的传闻吧这个算法实际上并不是监控聊天记录，而是通过 IP 家里的 WiFi MAC 地址这个比那个要复杂很多就是我们不要就是用这个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种问题国产加了强安全系统这个好吧。我有幸一沾国产云桌面梦回 Windows 2000我是对这玩意儿完全没兴趣，我当年还用过 SAN 的硬件，SAN 的硬件我也用过。晚安，晚安。好，大家周末愉快，再见。结束。